一提起 Lululemon 这个名字，你脑海中是否立刻浮现出那些身着紧身瑜伽裤、手拎星巴克的精致中产女性形象？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家被称作运动服饰界爱马仕的公司 Lululemon，它的股票代码为 Lulu，L-U-L-U。它依靠售卖一条售价动辄上千的瑜伽裤，市值一度突破500亿美元。是的，你没听错，一条瑜伽裤撬动的是全球无数女性的钱包。但是今天我们要探究的，并非是这条裤子是否物有所值，而是这样一家靠着品牌溢价撑起来的公司，其商业护城河究竟在哪里，又能维持多久呢？在这个消费降级、运动服饰高度内卷的时代，Lululemon 的财报又是否能够支撑起它如今的股价呢？曾经 Lululemon 是投资者的信仰与保障，它从高点一路下跌，不少投资者深陷套牢的困境。这究竟是短期的阵痛，还是基本面发生了转向呢？这家公司未来还有机会吗？这期视频我会带你全面拆解 Lululemon 的商业模式、成长逻辑、财务数据，乃至它背后潜藏的真正风险。等你看完这期视频，你会对这家公司，甚至整个运动服饰行业的认知都会彻底改变。所以，请你务必看到最后。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在这期视频中，我将依据如下逻辑，逐步深入展开讲解。首先，我们会从最为直观的股票价格入手，探究 Lululemon 这家公司在近几年究竟经历了什么。接着了解公司概况、核心产品以及它的盈利来源，然后我们将视野进一步拓宽，从行业格局到竞争事态，帮助你清晰了解它所处的商业棋局。接下来我们会分析公司的优势与挑战，看看 Lululemon 风光无限的背后隐藏着哪些潜在风险。这部分内容千万不要错过。当然，所有这些商业故事最终都需要通过财务数据来验证。最后，我们将一同剖析它的基本面、现金流，甚至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来为你估算这家公司当前的股价是否合理。无论现在你是 Lululemon 股票的投资者，还是尚且处于观望状态，相信你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都会形成自己的投资判断。好了，下面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拆解之旅。我们首先从最直观的地方看起，那就是公司的股票价格。截至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Lululemon 的股价约为230美元左右。如果你过去一年持有这只股票，现在看你的账户，大概率是处于亏损状态。一年时间，股票价格下跌了56美元，跌幅接近20%。但这还不是最惨的，如果你是在去年年底追高进去的，今天回头看，跌幅接近40%。是的，从某个阶段的市场宠儿变成如今的回撤深坑。Lululemon 的投资者在过去一年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为什么会跌这么多呢？是行业出了问题，还是公司自身基本面产生了变化，或者说是它高速增长的故事开始走到了尽头？别急，接下来我们将一步步把背后的原因拆解开，你会发现这家公司背后的逻辑比股价的表现要复杂得多。如果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来看， Lululemon 过去5年的股价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周期曲线，我们可以将其拆解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9年的疫情期间，股价呈现稳步增长态势。那时候 Lululemon 的股价全年涨幅高达90%，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是公司财务表现强劲，线上销售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另一方面是通过收购 Mirror， 公司开始尝试多元化布局，品牌认知度和市场需求同步提升。那时候市场对它的预期近乎于完美。第二阶段是疫情期间的强势上行。2020年，Lululemon 的股价再次大幅上涨，全年涨幅超过50%。到了2021年，尽管涨势有所放缓，但是依然上涨了12.5%。这主要是得益于疫情期间居家健身需求的爆发，以及公司新产品的陆续推出，电商渠道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全球业务扩张也顺利推进。那段时间，Lululemon 堪称是疫情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然而，故事的转折点从2022年开始，那一年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估值回调，利润增速放缓，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Lululemon 的股价下跌了近18%。从2019年到2022年这3年，Lululemon 的股价从迅猛上涨到快速回落，这看似只是数据的变化，背后的市场情绪却已然悄然改变。别急，故事还没结束，后面还有更大的挑战。Lululemon 的股价在2023年再度迎来反转，这一年公司的股价全年反弹接近60%，走出了疫情之后最强劲的一波行情。背后的原因也十分清晰，国际市场增长势头强劲，男装业务持续拓展，创新产品不断推出，品牌的影响力和顾客的忠诚度也重新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一度让人觉得 Lululemon 要彻底走出调整期，重新驶入增长的快车道。但是到了2024年，情况急转直下，
那一年 Lululemon 的股价最大跌幅接近 46%， 截止目前累计跌幅已超过 37%。这一轮股价下行的背后，不再是单纯的市场情绪波动，而是真实存在的盈利预期下调、宏观经济压力、关税挑战、成本上升等问题。再加上美国市场增速开始放缓，竞争也变得愈发激烈，此时问题便浮现出来。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如今的 Lululemon 究竟是否值得看好？它当下估值背后究竟是蕴藏着价值还是潜在风险？别急，后面我们会将这些问题逐一拆解讲清。聊完股价，我们再来深入剖析一下这家公司。Lululemon 成立于1998年，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从行业属性来讲，它隶属于运动服饰、配件、轻奢品领域，属于消费品板块。需要注意的是，它并非是普通的运动服饰，而是轻奢品牌。这背后也蕴藏着其独特的商业基因。截至目前， Lululemon 全球的员工高达39000人。对于一个服饰品牌而言，这样的规模并不算小。那么它究竟在售卖哪些产品呢？其核心业务主要有3项：一是运动服饰，二是鞋类及相关配件，三是健身周边产品。更具体的说，从瑜伽、跑步到日常训练所需的各类产品，涵盖裤子、短裤、上衣、外套等。这些看似普通的单品，却构建出了一个市值数百亿美元的商业帝国。说完产品，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将这些产品销售出去的。Lululemon 的销售渠道颇具特色，它不像耐克和阿迪达斯那样依靠铺天盖地的代理商或者入驻百货商场， Lululemon 而是更强调直营和社区感。首先最核心的是其直营门店，其次是季节性的快闪店，这类店铺短期开设，能够快速测试市场的反应。再者比较有特色的是，它还将触角延伸至大学校园和健身工作室，通过这些零售终端直接融入目标客户的日常生活场景。最后便是电商渠道，除了传统的官网， Lululemon 甚至推出了二手回收项目 Like New， 进一步挖掘存量用户的生命周期。通过这一套组合拳， Lululemon 销售的不仅仅是产品，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归属感。在全球业务方面，美国、加拿大、中国、墨西哥，基本上只要是你能想到的中高端消费市场，它均有布局，特别是中国和亚洲市场，近年来增长迅速。后面在讲解营收结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部分新兴市场实际上已经成为 Lululemon 未来增长的重要支柱。由此可见， Lululemon 的商业模式从门店到电商，从正价商品到二手商品，运营的相当完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打法究竟能支撑它走多远呢？后面当我们来拆解公司营收结构的时候，你就会知晓答案。聊到这里，你应该已经能够感受到 Lululemon 这家公司的商业逻辑和传统意义上的运动品牌实际上不太一样。它卖的不只是衣服，而是带有明确标签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深入拆解 Lululemon 到底是靠什么产品在赚钱的，它的营收结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增长引擎和隐忧呢？继续看下去，你会发现一些可能超出你预期的细节。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Lululemon 究竟是依靠什么来盈利的。剖析其营收结构，实际上十分清晰。它的核心产品依旧是服饰。首先，运动服饰是营收的一大重头，占据了营收的 50%到 60%， 其中涵盖了男女瑜伽服、跑步服、训练服、外套等，几乎全部采用自主研发的专利面料，主打穿着的舒适性与运动性。说白了，一套运动服撑起了 Lululemon 的半壁江山。第二项业务是鞋类，包括瑜伽鞋、跑步鞋等，占营收的 10%到 15%。这部分业务起步稍晚，但是增长迅速。Lululemon 希望将其打造成为第二增长曲线。第三是运动配件，像瑜伽垫、健身包、水壶等，也占了约 10%到 15% 的营收。再者就是健身相关产品，主要是各类运动服饰的延展，比如兼具功能性与时尚性的外套、鞋类单品等。这部分的规模稍小，占比在 5% 到 10% 左右。最后是公司新推出的二手项目，二手交易在其营收中占的比例极小，但是未来被赋予了环保和可持续性的预期。但是这部分业务能否实现盈利，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所以总体来说，别被 Lululemon 纷繁复杂的产品线所迷惑，它的根基依然是瑜伽和运动服饰这条主线，而这种高度集中的营收结构，未来或许正是它既能够快速发展，又容易遭受挫折的关键所在。那我们再来探究一下 Lululemon 的销售渠道，它主要是依靠线下销售商品，还是凭借线上电商呢？实际上这家公司在线下和线上的销售比例基本相当。
先来看一下公司的线下渠道，它的直营门店广泛分布于全球的主要市场，选址向来十分考究，不是位于高级购物中心，就是处于人流密集的商业街区。这部分业务长期占据公司营收的50%到60%，而另一部分业务则是线上电商，其官网和自家的 APP 在近几年实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线上购买需求被强力激活。如今，电商业务贡献了约40%到50%的营收。由此可见，Lululemon 本质上并非一个纯粹的互联网品牌，而是较为均衡地打通了线下体验与线上电商。然而，随着疫情带来的红利逐渐消退，线上业务的增速开始放缓，线下门店的扩张空间也在缩小，这一点将会对其未来的成长上限产生影响。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地域分布，Lululemon 到底是在哪儿赚钱呢？答案实际上非常直接，北美，也就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一块市场占据了它整体营收的70%到80%，品牌影响力、市占率全都扎根在这里。可以说，今天的 Lululemon 就是靠北美市场撑起来的，而剩下的20%到30%才是国际市场，包括欧洲、亚太这些地区。虽然还在持续扩张，但是整体依然处于发展阶段。不过，不要小看这块比例。未来 Lululemon 的增长空间很大程度上就是压注在这些国际市场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 Lululemon 如今十分重视中国市场，并且在亚洲其他市场的动作也日渐增多。那么问题来了，北美市场还能撑多久？国际市场真的能顶上吗？后面当我们聊行业格局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深挖这个问题。接下来让我们把视野放宽一些，看看 Lululemon 所处的行业格局与竞争事态。Lululemon 所处的赛道实际上十分清晰，它隶属于运动休闲服饰行业，不过更确切地说，它在这个行业中精准切入了一块高端细分市场，特别是聚焦于偏女性、瑜伽以及生活方式这一领域。那它的竞争对手有谁呢？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名字，其中涵盖了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等众多一线知名运动品牌。从市场份额来看，这个领域的全球老大依然是耐克，其市场份额大约在30%左右。第二是阿迪达斯，市场份额大约为20%，往下是彪马、安德玛、新百伦等，这些品牌各自占了3%到7%左右的市场份额，而 Lululemon 的市场份额也在3%到5%之间。它的核心竞争领域其实不在全品类，而是集中在高端瑜伽服饰和女性运动服饰这块细分市场。这就意味着，第一，相较于耐克和阿迪达斯 ，Lululemon 的市场份额要小得多。第二， Lululemon 所处的细分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而且增长空间非常有限。所以 Lululemon 如果想要继续实现高速增长，要么它需要抢占其他品牌的市场份额，要么它需要开拓新的市场，而这背后则是公司接下来将要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果我们把刚才讲的竞争格局再细化一点，其实各个玩家的打法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耐克和阿迪达斯无疑是全球市场的老大，主攻综合性的运动领域，包括篮球、足球、跑步、训练等全方位铺开。耐克则是更加强调科技创新和体育营销，背后有一大票明星代言人。阿迪达斯则是更倾向于将时尚与功能相结合，近年来它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倡导也十分高调。再往下是安德玛和彪马，虽然市场份额较小，但是各有特点。安德玛专注在高性能训练装备，走偏科技的路线；彪马则是走时尚运动休闲的方向，主打年轻人市场。而 Lululemon 的打法其实也很明确，他没有去跟耐克和阿迪达斯硬碰硬，他避开了主战场，主打女性市场、高端瑜伽和健身服饰，依靠的主要是面料创新、高端定价和极强的品牌忠诚度，让他在这条细分赛道里拿下了一个非常稳固的位置。但问题也十分明显，这个市场存在明显的天花板，公司能否守住现有市场，能否破圈，这是 Lululemon 未来需要解答的核心命题。至此 ，Lululemon 的故事已经十分清晰了。它凭借着产品创新、聚焦女性消费群体以及打造高端生活方式的标签，成功开拓出了一片被传统巨头所忽略的小众市场。然而，这家公司真的如此完美吗？它的优势在哪？又面临着哪些不容忽视的风险呢？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剖析这两个问题。倘若你持有 Lululemon 的股票，或者有意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这部分内容请你务必要仔细观看。我们先来探究一下 Lululemon 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一个优势就是公司的高端定位。Lululemon 从创立之初便选择了走高端路线，其产品主打的核心特点为舒适性、功能性与精致感。它并非面向所有人群来生产运动服饰，而是针对那些更乐意在生活方式上投入的消费者。第二个优势就是品牌忠诚度。
公司精准的市场营销策略，加之浓厚的社区氛围，使公司成功在女性消费者群体中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Lululemon 的用户粘性在整个行业中是首屈一指的。公司的第3个优势就是创新与高性能面料。经历多年，公司持续打磨其专利面料，但凡穿过 Lululemon 产品的人都深知其在舒适性和功能性方面表现出色。同时 Lululemon 还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仅在面料方面不断精进，而且还持续推出新的产品和技术，以持续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总结来说，这家公司既不依靠价格战，也不依赖大规模走量，而是凭借其产品和品牌的价值，在高端市场站稳了脚跟。除了产品和品牌定位， Lululemon 的另一个核心优势就是它在女性市场的深度渗透，它牢牢占据了女性运动服饰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瑜伽和健身这2大核心场景， Lululemon 几乎是无可替代的存在。随着女性健身意识和瑜伽文化的不断普及， Lululemon 也随之拿下了越来越多的忠实用户。它特别擅长打造品牌社区文化，从瑜伽馆到跑步社群， Lululemon 不只是卖产品，更是在卖一种健康、积极、有归属感的生活方式。同时，它还具备对社交媒体的精准运营能力，通过各大平台的积极互动，强化品牌形象，不断加深与核心消费群体的感情链接。所以你看 Lululemon 并非是单纯凭借产品获胜的，而是借助一整套品牌文化和社区运营，在女性市场构建起了竞争壁垒。不过这套逻辑也有隐患，一旦市场趋于饱和，或者女性消费者需求转向， Lululemon 就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那说完优势，下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 Lululemon 所面临的挑战。首先是竞争压力，耐克和阿迪等传统巨头依然在不断施压，无论是在技术创新、产品多样性，还是全球渠道方面， Lululemon 都很难与他们正面抗衡。第二是高价策略的局限性。Lululemon 的高端定价策略虽然有助于塑造品牌形象，但是也使其天然的与更广泛的大众市场绝缘。特别是在经济周期不稳的时候，消费者很有可能会转而选择价格更为亲民的替代品。第三就是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北美市场的增长态势已然放缓，若想在未来实现持续增长，就必须探寻新的突破口。然而这并非易事，特别是在竞争日渐激烈的当下。第四是供应链问题。疫情之后，供应链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从原料到物流，成本控制始终是一个隐患。尤其是对主打高品质面料的 Lululemon 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最后就是国际扩张的挑战。Lululemon 在国际市场的渗透率远远不够，尤其是在亚洲市场，品牌的影响力和消费者认知还面临不小的壁垒。所以眼下 Lululemon 既要守住北美老巢，又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同时还需要平衡成本与创新，这些挑战最终都会反映到公司的财务基本面数据当中。所以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对 Lululemon 的商业模式、优势和挑战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知。但是我们做投资光听故事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落到硬数据上，基本面才是撑起公司股票价格的底气。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财务数据出发，拆解 Lululemon 的营收、利润和现金流，看看它到底有没有能力继续支撑今天的估值，甚至再走出一波高涨的行情。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那么这部分分析尤为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司的股权结构，这里面透露出不少的信息。Lululemon 的股票有超过91%都掌握在机构投资者手中。你没有听错，91%，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集中度。对应的市值大概在258亿美元左右，这说明 Lululemon 一直以来都是机构重仓的心头好，它在资本市场的吸引力远比你想象的要强。这样的结构也意味着股价波动背后的主要力量，其实就是那些机构资金的态度变化。所以这家公司的股票是涨还是跌，跟大机构怎么看息息相关。除了机构投资人持股，企业类股东大概持有 4.5% 的股份，市值在12亿美元左右，通常来自于一些战略合作伙伴。而公司内部管理层持股比例也在 3.5% 左右，对应的市值差不多在 9.7 亿美元。这也反映出管理层对 Lululemon 品牌的长期信心。至于国有股份基本可以忽略，只有区区的 0.1%， 几乎不受政府资本左右，剩下的散户和其他股东大概也只有 0.5%。 也就是说 Lululemon 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极度稳定，以机构为主，散户占比较低。不过这样的结构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稳定，坏处是如果哪一天机构突然转身，公司的股价一定会遭遇剧烈的下滑。再来看看公司的股价表现，坦白来说 Lululemon 的股价成绩单确实不好看，评分只有递减。过去3个月股价下跌了接近 10%， 过去6个月更惨，跌幅超过 40%。
而同期标普500是上涨的，分别涨了16%和7%。Lululemon 彻底跑输了大盘，这一轮下跌不只是公司层面的问题，而且还折射出市场对它未来预期的重新定价。将时间维度拉长一些，我们再来看看 Lululemon 的中期表现。在过去9个月中，其股票价格累计下跌了15%。虽然说相较于前几个月稍有反弹，但是依然显著落后于标普500的走势。过去1年这种情况更为凸显，累计跌幅超过18%。从市场层面分析，这表明公司没有能够有效跑赢整体市场波动，投资者信心不足，市场自然也就不会给予其过高的估值溢价。再来看看它过去1年的价格区间，最低价约为220美元，最高一度攀升至423美元，而目前公司的股价回落至236美元，明显更接近于价格区间的低端。我们再来审视一下 Lululemon 的资本结构，截止目前公司的市值约为283亿美元，资本市场对其估值依然给予了不错的定位，它的总债务大约为17亿美元，占市值的6%。整体来说，杠杆非常轻，属于负债非常健康的状态。而现金储备呢，大约有13亿美元，占市值的4.7%。这部分现金能够提供稳定的流动性，支持运营，也能涵盖公司未来一些必要的投资支出。整体来看 ，Lululemon 的财务结构没有什么硬伤，健康稳健，弹性充足，所以它近期的股价下跌，显然不是由于财务风险导致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Lululemon 的风险指标。整体而言，公司实际上并非是高风险公司。首先，空头的持仓比例大约为4.65%，说明市场上虽然有一定的做空力量，但是也不算特别激进。空头的回补天数为1.05天，这也就意味着这些空头仓位在市场上被平掉的时间很短，公司的流动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 Lululemon 股票的贝塔值只有0.85，低于大盘的平均水平。这反而说明 Lululemon 的股价波动不算大，相对稳定，抗风险能力还算不错。再来看奥特曼 Z 分数11分，远高于破产风险警戒线1.8，说明公司的财务状况十分健康。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股价回调，并不是因为暴雷隐患或者是重大危机，而是因为市场下调了对公司未来的成长预期。说到盈利能力，这里 Lululemon 绝对是能拿得出手的。单看各项指标，在同行业里都算优秀，直接可以给出 A 的评级。毛利率为59%，已经算是非常高的水准了。这说明它在生产和销售环节始终保持着强势的定价权和利润空间。EBIT 利润率为23%，反映的是它运营效率非常稳，经营杠杆没有什么问题，税前利润也足够健康。净利润率为16.8%，能够把这么多销售收入真实的转化为净利润，说明公司不仅卖得贵，更重要的是管得住成本。而更为亮眼的是股东回报率 ROE 超过42%，而资产利用率 ROA 超过24%。这组数据摆在那儿，直接告诉投资者 Lululemon 的资产和资本利用效率都非常高，赚钱能力非常扎实。所以你看，市场怎么调整预期是一回事儿，但是 Lululemon 的底子确实不差。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公司的成长性，在这方面 Lululemon 的表现就不算出色了，最多只能给出 D 加的评分。过去1年公司的收入仅仅增长了 9.3%， 相较于它以往的高速增长明显放缓了。尽管3年的复合增长率依然能够维持在 17%， 但是看似良好的表现背后，更多的是得益于过去辉煌业绩的惯性，但实际上公司近期的增长势态已经开始趋于平缓。另一方面，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超过 18%， 还算稳健，但是这里面更多依靠的是利润率管理，并不完全是营收驱动的自然增长。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由现金流这一块，过去1年的变化为负的 24%， 这反映出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的压力很大，要么是因为投资节奏出错，导致现金净流出变多。所以综合来看， Lululemon 的基本面虽然健康，但是成长性确实不如从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估值预期需要被重新审视。下面再来看看估值部分。Lululemon 放在今天的市场上，它的估值大致可以打一个 C 的评级，不贵但是也不便宜。现在的前瞻市盈率为16倍，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市场对它的盈利能力还是具有基本的信心的。市净率为6.6倍，现在的市场前瞻率为16倍，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市场对它的盈利能力还是具有基本的信心的。市净率为6.6倍，看起来偏高一些，但是考虑到它是强品牌外加高利润的属性，这个溢价也算是正常。企业价值和销售比是2.67倍，基本上符合行业中位数水平，说明现在这个价格并没有被高估太多。而企业价值和 EBITA 的倍数是9.6倍，同样处在合理估值区间，没有明显的泡沫。
总结来看 ，Lululemon 的估值水平其实反映了市场对它的态度，底子还行，但是缺乏创新的故事。如果它未来的收入、现金流不能够再有超预期的表现，那么现在这个股价位置大概就是一个横盘或者温和修复的位置，不再具备高爆发的潜力。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同业对比，和同样市值规模的竞争对手相比，Lululemon 的企业估值处于稳健区间，企业价值为286亿美元，基本对齐，说明市场对它没有明显的高估或者严重低估。公司的员工人数约为4万人，在整个运动和轻奢行业当中算是中等偏上。公司的体量、效率、管理成本基本都匹配它的商业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覆盖它的华尔街分析师有37位，这个数量已经远远高于大多数同行。这说明 Lululemon 在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依然非常高。换句话说，公司的每一次财报、每一次预期调整都会被放大解读，波动性也更容易被放大。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同行业的股价表现。过去1年 ，Lululemon 的股价下跌了18%，这在同行业中表现欠佳。对比来看，拥有古驰、巴黎世家等众多奢侈品品牌的开云集团，它的情况则更加糟糕，股价下跌了35%。不过，这更多的是受奢侈品赛道自身因素的影响。而拥有始祖鸟、威尔盛等品牌的亚马芬体育，在过去1年的股价涨幅超过220%，这种走势显然是资本对新休闲户外增长点追捧的结果。至于阿迪达斯，其股价虽然略有下跌，但是整体的表现较为稳健。回过头来看 Lululemon， 它并非是表现最差的，但是显然已经落后于同行。原因何在？一方面是由于估值回归，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公司预期增长不足。下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企业的增长性上。过去1年 ，Lululemon 的收入增速约为9.39%，和同行相比并不算亮眼，但也不算差。主打奢侈品的开云集团直接是负增长，这其实是奢侈品行业的普遍问题。户外休闲品牌亚马芬体育增速最快，约为20%，但是这种高增速往往伴随着扩张风险或者阶段性爆发，未必稳定。拉夫劳伦的收入增速很低，个位数，这和它的品牌结构和市场策略有关。而阿迪达斯则稳扎稳打，12.8%的增长率比 Lululemon 稍强一些。所以拉开来看 ，Lululemon 现在已经从原来的高速增长滑落到一个行业均值偏上的稳健水平，缺乏让资本重新兴奋的亮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股价调整了这么久，依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转信号。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的盈利能力。在净利润这一维度上 ，Lululemon 依旧是行业的顶尖水平。过去1年，其净利润率达到了16.82%，远远领先于同行。开云集团的净利润率仅为6.59%。亚马芬体育则更低，只有3.7%，拉夫劳伦稍微好一点，约为10%。阿迪达斯尽管规模庞大，但是净利润率也仅仅超过4%。原因很简单，在运动服饰领域，渠道成本的压力巨大，而且品牌溢价不够显著。反观 Lululemon， 它之所以能够维持如此高的净利润率，归根结底还是凭借其高端、舒适而且兼具功能性的产品所产生的溢价。因此，从盈利角度来看 ，Lululemon 依然非常出色。然而，问题在于，资本市场关注的是未来预期，而不仅仅是过去的业绩表现。那么，华尔街分析师是怎么看 Lululemon 的呢？在满分为5的评级体系当中，分析师给出的平均评级为3.62，换算下来接近于买入区间，说明机构对它未来的基本面预期依然是偏积极的。所以你别看股价这段时间跌得很惨，但是市场的主流声音依然认为它不是那种基本面崩坏、没有未来的公司，反而是因为业绩的阶段性调整被市场惩罚的比较狠。如果我们再来仔细看分析师的评级分布，就会发现更多有趣的细节。目前约有46%的分析师给出了买入或者强烈买入的评级，不过也有超过40%的分析师选择了观望，认为当前的操作方向尚不明确，需要更清晰的基本面信号。另一方面，真正给出卖出或者强烈卖出评级的分析师仅约占13%，所以总体来说，华尔街对 Lululemon 的态度依然是乐观多于悲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司没有问题，只是从多数机构的角度来看，公司还没有到需要彻底放弃的地步。从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股价预期来看， Lululemon 未来的股价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当前股价大约在230美元左右，而分析师设定的平均目标价格为300美元，隐含着约27%的上行潜力。在更乐观的预期下，有的分析师甚至给出了500美元的目标价格，而即便是最悲观的预期，也维持在175美元左右，说明市场对它的下限预期并不算太悲观。整体来看，市场对它的态度还是中性偏乐观。但问题来了，分析师的乐观预期合理吗？
下面我们就将通过现金流折现模型 DCF 去反推出 Lululemon 当前股价所隐含的关键内在变量，看看它到底是被高估了还是低估了。在进行建模的时候，我采用的思路是借助 AI 大语言模型进行反向推导，以此来验证当前$230这一股价是否合理。建模所使用的数据源自于过去几年的资产负债表、营收表和现金流量表，最终确定的提示词为：假设股价为$230，请反向推导为支撑这一估值公司未来所需要的关键财务指数。建模的逻辑实际上非常简单，如果反向推导得出的变量合理，那么就说明当前的公司股价是合理的；如果不合理，则表明当前的股价要么被高估了，要么被低估了。最终得出的结果显示，如果要支撑当前股价，未来的自由现金流率需要达到13%，年收入复合增长率要达到17%。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考量这两个假设是否合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假设，自由现金流率13%，这个假设到底现不现实呢？简单来说，自由现金流率13%的意思就是 Lululemon 每挣$1收入，最后能够为公司带来$0.13的自由现金流。对比行业，耐克的自由现金流率大约在8%到12%之间，阿迪达斯只有5%到10%，安德玛也有6%到10%，所以可以看到13%的假设确实比行业要高一些。但是回头看 Lululemon 自己的历史数据，过去这几年它的自由现金流率实际上已经能够稳定在12%到14%的水平，所以说13%虽然听上去有些乐观，但是绝对谈不上离谱，基本上符合公司过去的表现，所以这个假设是合理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核心假设，17%的年复合增长率现实吗？我们先来理解一下，17%的年复合增长率意味着未来5年的收入大约要增长2.4倍，这是一个相当快速的增长假设。相比于过去1年 ，Lululemon 的收入仅仅增长了9.39%，所以17%的目标并不低。再来看看同行，像耐克、阿迪达斯这些竞争对手，其年复合增长率通常在6%到10%之间，所以17%的年复合增长率假设明显较为激进，超出行业常规水平。不过 Lululemon 正在积极布局全球市场，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所以公司的未来确实存在一定的上涨空间。总结来看，17%的增长虽然不算离谱，但是较为乐观的假设，最终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未来在全球市场中的扩张，以及其品牌在高端消费领域的吸引力。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从自由现金流 DCF 模型反向推导可以得知，当前 Lululemon 股价所隐含的假设中，13%的自由现金流转化率处于偏乐观但是合理的范围。但是未来5年营收的年复合增长率17%的假设则显得更为激进，这种增速对于 Lululemon 而言并非完全不可实现，但是却对其全球扩张和品牌持续成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综合来看，当前 Lululemon 的股价整体处于合理估值区间，市场对其长期增长依然保持乐观态度。然而在短期内，它可能依然需要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未来倘若它能够持续保持创新能力和扩张的节奏，其股价可能依然具备较大的上涨潜力。至此，我们已经对 Lululemon 进行了清晰并且深入的分析。无论是从基本面、估值还是市场情绪方面来看， Lululemon 的多空因素实际上都较为清晰。接下来我将为你迅速梳理一下 Lululemon 的多空逻辑，让你快速了解市场的分歧点所在。Lululemon 的多头逻辑实际上十分直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公司具备极为强大的品牌效应和清晰的市场定位，尤其是在瑜伽和健身领域，拥有高度忠诚的用户群体。公司的财务表现稳健，特别是自由现金流率维持在13%左右，这表明公司具备坚实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资金流动性。同时，公司在国际市场依然具备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随着健身文化的不断渗透，公司未来的增长空间被普遍看好。最后 ，Lululemon 持续推进多元化与创新，例如二手市场的计划。该计划不仅提升了品牌形象，还进一步激发了新的收入增长点。以上便是多头的核心逻辑。当然，并非是所有人都看好 Lululemon 的。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空头是如何反驳的。首先，悲观的投资者认为，市场对 Lululemon 未来的增长预期或许过高，年复合增长率为17%，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公司实际上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次就是公司面临的竞争压力不容小觑，耐克、阿迪达斯等巨头持续发力，尤其是在成熟市场。Lululemon 的市场份额有可能会受到进一步侵蚀。第三就是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是潜在的风险因素。全球经济波动、消费支出放缓、
对高端消费品市场的影响尤为明显。最后 Lululemon 高度依赖于品牌影响力和顾客忠诚度，倘若品牌的吸引力下降，或者市场偏好发生转变，公司的业绩很有可能会受到冲击。总结而言，空头更关注的是增长预期的兑现难度、行业竞争格局以及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以上就是本期关于 Lululemon 的全面分析。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有帮助，别忘了点赞、留言和关注我的频道。你们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持续更新最好的动力。如果你还想了解哪些公司或者行业，也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